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的第20期。上一期呢，我们聊到英国的职业女性啊，既要弯腰带娃，又要屈背去应对职场歧视这样一个艰难的处境。那今天呢，我们就稍微的转移一下我们的关注焦点，我们来聊一下，明明有带薪假期，但是为什么英国的爸爸们死活都不肯休呢？Never want to leave this bed. 我猜测啊，没有结婚或者没有生孩子，或者是孩子已经过了要操心的年纪的你，肯定会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嘛？朋友，请不要走，多听几分钟，也许你会觉得，好像还挺有意思的嘛。How long are we doing this? Until you have an epiphany. 为了解救妈妈们啊，英国在2015年呢引入了共享育儿假这个政策。跟过去爸爸只有2周的陪产假相比呢，新的政策意味着爸爸跟妈妈他们共同有52周的假期，其中39周呢是带薪的。这个政策的目的之一呢，其实是为了鼓励新生儿的爸爸们休更多的假期去照看孩子。结果呢，数据显示啊，2018年在英国符合条件的90万对父母当中，只有1%使用了这个共享育儿假。媒体就好奇了，就问政府，这是为什么呢？政府就觉得，问我干什么？你去问父母们呀。那父母们在接受媒体的采访跟调查当中啊，给到的排名前3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养娃的成本太高。在英国呀，你送一个幼儿去托管所，它的这个要花的钱，在2016年就已经达到了平均每周218英镑，在伦敦呢，它已经增加到了300英镑以上。所以一个新生婴儿的到来呢，它产生这个额外的经济压力，也让这个时候请假成为非常糟糕的时间。第二呢，就是男女收入的差异，许多家庭的经济现实呢，仍然是靠父亲在养家糊口。第三呢，就是社会观念，爸爸们表示呢会害羞，而且同事跟老板也觉得自己这样呢会丧失了职业进取心。很多奶爸都认为啊，长期休假给他们带来的这个经济损失跟职业风险，会让他们招架不住。那政策推行怎么办呢？要给予这个弱势的群体妈妈们更多的福利吗？其实英国的这个共享育儿假期啊，是照搬的这个北欧的朋友，尤其是瑞典的功课。几十年来呢，瑞典围绕着这个家庭政策推出了一系列的变革，包括1974年成为第一个推出共享育儿假期的国家。那这个成效大吗？2019年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它的一项报告研究调查了41个较为富裕国家的家庭政策，重点关注了4项指标：母亲可以享有的带薪假，专门为父亲保留的这个带薪假，3岁以下的幼儿他在托儿所当中所占的比例，以及3岁至义务教育年龄的儿童他们在幼儿园跟托儿所中所占的比例。瑞典、挪威、冰岛、爱沙尼亚和葡萄牙在31个国家当中呢，提供了最佳的家庭友好型政策，而瑞士、希腊、英国、爱尔兰排名最低。那既然是照搬的瑞典，为什么英国不但没有迎头赶上，反而在欧洲这个家庭友好政策当中友好度排名垫底了呢？可能是他们的重点搞错了。英国的聚光灯呢，一直打在了要改善妇女权益上。在我看来呀，这个思路还是有点把妈妈当做一个问题去解决。而瑞典的策略呢，它是把重心放在了孩子身上，把妈妈跟企业主呢从斗兽场中解放出来，把孩子放进去。那这个斗兽场呢，就变成了一个围绕孩子到底需要什么的舞台。那孩子到底需要什么呢？他需要双亲的关爱。对于儿童的大脑发育以及未来发展而言，生命的最初几年呢是最重要的时间。所以瑞典呢，在1974年呢，首先提出了共享育儿假这个概念。30多年来呢，瑞典一直在努力的推动爸爸也休育儿假期，鼓励父母双方呢都从孩子这个婴幼儿的时期就建立起和孩子的紧密的联系，将政策的这个重心呢放在 baby 他的这个主观的需求上面，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理念。但这个理念的实行呢，碰到了第一个钉子，就是已经定型的男女社会角色分工，就是我们熟悉的男主外女主内。接受女性呢在职场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那相对的要接受爸爸在育儿场所出现也不容易。瑞典呢用了各种招数，像这种铁汉柔情拿铁爸爸的效应来鼓励爸爸们抱起孩子勇敢站起来。在70、80年代呢，还是只有少数的爸爸们呢愿意站出来去承担这个责任，大多数人呢还是牺牲了妈妈的职业发展机会。所以在文化观念之外呢，瑞典还进行了政策的调整，以实际的利益呢去鼓励爸爸们休这个育儿假期。如今的一个瑞典新生儿家庭呢，他的父母可以依法享有480天的育儿假期，其中390天的这个假期薪水呢是你工资的80%。在这个总数当中呢，父亲跟母亲可以单独休90天，剩下的300天共享。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都有90天，不用反而是浪费。所以爸爸休育儿假期呢，他的接受度就变得越来越高。90天之后呢，休了还想休的这个欲望呢，也就提高了。You know, Maggie, the sooner kids talk, the sooner they talk back.
I hope you never say a word. Daddy. 所以瑞典的爸爸们呢，休产假的比例呢就越来越高。2017年呢，已经达到了27.9%。目前瑞典的政府呢是希望爸爸们呢能够把夫妻这个共同育婴假期当中的50%take away， 花跟妈妈一样的时间呢来陪伴婴儿。有一位在瑞典跟英国都生活过的爸爸，他写过一本关于平等育儿的书。他注意到啊，瑞典的爸爸们更愿意去承担这个育儿责任。如果在瑞典呢，你邀请一个父亲去玩，他会马上加入；但在英国呢，爸爸们通常会说，好吧，我先问一下我老婆。这是巨大的文化差异，所以英国的年轻父母会发现啊，虽然男女平等喊了很多年，但是当你成为父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一下活到了上世纪50年代。除了认知差异呢，英国这个政策啊还缺了实实在在的经济补助。在北欧国家呢，幼儿获得这个托儿服务被视为一项正式权利，而且是按照父母的这个收入按比例收。上期节目当中呢，一个生活在北欧的朋友就跟我留言说，他2个孩子在上幼儿园呢，只按1个收，每1个月不到15英镑。看了他这个留言呢，就让我这个还没有孩子的人羡慕到哭泣。因为在英国呢，每个月1000英镑你才刚刚够。联合国的一项数据显示啊，在欧洲的发达国家当中呢，英国的年轻的父母们是最可能将托儿所的费用列为他们不使用这项服务的原因。在英国的很多的家庭当中，如果你要养育1到2个孩子，可能你每个月养育他们的成本甚至要超过你每个月的房贷。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服务呢至关重要，要不然照顾孩子这个职责呢又回到了经济相对弱势的妈妈身上，恶性循环，这个火力又集中在了这个企业跟女员工之间的困兽之斗。瑞典模式呢形成了诸多的联动效应，妇女呢可以继续就业，男人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孩子可以得到优质的照顾。而且这里的工作场所呢，对妇女的歧视相比较而言要少得多，因为有时候男人花的假期的时间几乎跟女人是一样的多，所以雇主你挑什么？最好的验证呢，就是瑞典的男女收入差距之小呢，已经到了全球前5，而女性劳动力的加入呢，它也拉高了 GDP 的增长。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你们有假期，为什么只有1%的英国爸爸们才愿意休呢？因为这个制度啊，它还是在把妈妈是问题的根源去解决。如果站在孩子的角度呢，以他的需求为出发点，那么养育子女性别平等这个观念会更容易被接受，再加以适当的资助呢，我觉得这个政策更长远、更友善、更人性化。但这个家庭友善的政策呢是需要代价的。在瑞典呢，最高的税率达到了61%，是世界上的最高税率之一。一个灵魂拷问来了，如果是你愿意为下一代付这样的代价吗？好了，非常感谢你听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呢，记得点赞跟分享。如果你喜欢更多英国文化生活的话题，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我们下期见，拜拜。